GST 都涨到9%了，水电费、杂费每个月都在狂飙，连楼下小贩中心的鸡饭都起价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政府却宣布还要砸50个亿去建张仪机场 T5。50亿新元是什么概念？这笔天文数字的钱，足以让全国人民免费坐好几年地铁，拿去多建几个 BTO， 解决一下年轻人的住房焦虑，或者给大家多发几次 CDC vouchers， 不好吗？如果你以为 T5 只是给游客拍照打卡的豪华商场，或者只是为了多建几个星耀张仪那样的室内大瀑布，那你完全没看懂新加坡当前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大家手里拿着刚发的 CDC vouchers， 看着每个月都在涨的账单，肯定都在心里暗暗质疑政府，这时候搞什么面子工程？但今天，作为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我要扒开民航局那份枯燥的13亿前期拨款财报，把揉碎的数据喂到你嘴里，告诉你一个血淋淋的真相。这根本不是为了保住什么全球最佳机场的虚名，而是在周边国家史诗级航空围剿下，保住你我饭碗，甚至保住新加坡国运的终极续命舱。为什么高层宁愿顶着民怨也要硬推这个巨无霸项目？因为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不仅是一场击剑比赛，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国运之战。前5秒，请放下你的成见。你觉得 T5 是面子工程还是保命工程？接下来的硬核数据和深度逻辑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小红点生存逻辑的认知。别眨眼，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当我们在为星耀张仪的室内瀑布欢呼，为连续几年拿到 Skytrax 全球最佳机场感到骄傲时，曼谷和雅加达的超级机场图纸已经悄悄摆在了全球跨国航司高管的桌面上。航空网络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一个极其残酷、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今天你不扩建，明天你的国际航班就会毫不留情地飞到别人的地盘。我们新加坡人最引以为傲的标签就是全球最佳机场，但在这个光环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惨烈厮杀。大家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出国，有没有觉得其他国家的机场也在疯狂变强？航空网络是靠积累的，容量就是王道。你以为 T1 到 T4 加起来还够用？大错特错。现在曼谷的苏万纳普机场正在疯狂砸钱建新的卫星厅，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机场也在规划吞吐量破亿的超级扩建，更别提中东的迪拜和多哈，正在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打造全球中转霸权，甚至连香港也在搞3跑道系统，准备夺回失去的枢纽地位。一旦跨国航司发现张仪机场的停机位开始饱和，中转效率哪怕下降了区10分钟，他们绝对不会排队等你。资本是极其冷血的，他们会直接把高利润的洲际航线改到隔壁那些嗷嗷待哺的竞争对手那里，航班一少，连通性就降。紧接着会发生什么可怕的连锁反应？跨国公司撤资，区域总部搬迁，因为那些跨国高管不可能忍受在一个航班不发达、出行不便利的地方设立亚太总部。到时候流失的不仅仅是那些在机场买免税品的转机客，而是我们25到35岁这代人最依赖的高薪白领岗位，是金融、法律、咨询、科技这些高附加值行业的饭碗。民航局拨出的这笔巨款，就是在打一场退无可退的防守反击战。我们不能等屋顶漏水了才去修补，那只会让我们彻底失去竞争力。邻国想弯道超车，我们就直接把赛道加宽，用绝对的容量碾压，让他们永远只能吃我们的尾气。那 T5 到底靠什么去赢？凭什么能比别人强？接着往下看，这跟你的行业息息相关。高昂的油价正在逼迫全球航空公司做出极其残酷的选择。T5 的真正底牌根本不是它能装下多少个奢侈品免税店，或者多开几家米其林餐厅，而是它能为全球最顶尖的半导体和生物医药巨头提供一条永不堵塞的空中生命线。大家仔细想想，新加坡出口的那些高价值商品中，有多少是靠飞机运出去的？新闻里其实藏着一个致命细节，那就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持续动荡和能源价格的疯狂飙升。油价一涨，空域关闭，航线被迫绕飞，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直接原地炸裂。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航司为了活命，极度渴望一个能提供最高效周转、最强韧性、一次性装满客货的超级枢纽。这就是 T5 要承担的隐秘使命。表面上看， T5 建成后每年能增加5000万人次的客容量，相当于再造一个张仪机场，但它真正的杀手锏是深埋在地下的超级货运与物流吞吐能力。
新加坡没有庞大的制造业腹地，我们没有廉价的土地和人工，但我们是全球顶尖的生物医药和半导体制造中心。那些需要极度严格温控的救命抗癌药、mRNA 疫苗，那些精密到纳米级的 AI 芯片和光刻机零部件，可能走慢吞吞的海运吗？绝对不可能。他们全靠樟宜机场极其发达的冷链系统和高效安检，在几小时内运往全球各地。T5的地下结构和路侧基建，实际上是在悄悄打造一个无缝衔接的超级供应链心脏。如果樟宜机场遇到运力瓶颈，哪怕只是轻微的拥堵，那些跨国巨头凭什么继续留在租金和人力成本这么高的新加坡？ T5不仅仅是个候机楼，它是为了确保无论中东怎么打仗，无论全球供应链怎么重组，新加坡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亚洲避风港和物流压舱石。这50亿买的是全球资本对新加坡未来50年的信任票。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干货满满，彻底搞懂了 T5的逻辑，记得立刻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更扎心的内容。那么硬件科技升级了，我们普通打工人的饭碗真的保得住吗？ T5绝对不是在创造传统的机场保安、推车大叔或清洁工岗位，它是在为新加坡的年轻人打造一个完全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超级自动化驱动的未来职场。在这里，体力劳动被彻底清零，脑力博弈才是王道。聊完宏观经济，咱们聊点最扎心也最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未来10年，你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吗？ T5建成后，对我们这群25到35岁的打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整体人力短缺是硬伤，老龄化极其严重。你真以为 T5这么庞大的怪物会招几万个外劳来推行李、扫地吗？大错特错。T5将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史上最大的 AI 与自动化社会实验场。从你踏入机场的无感自助登机，到停机坪上穿梭的自动驾驶行李车，再到后台极其复杂的 AI 航班调度系统， T5的设计初衷就是去人力化。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但对本地年轻人来说，这是巨大的阶层跃迁红利。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无情取代，但随之而来的是海量的系统架构师、预测性维护数据分析师、无人机调度员、网络安全专家等高端岗位。这会彻底重塑新加坡的就业结构，把我们的薪资天花板再往上顶一顶。另外，别忘了我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经历过的惨痛教训。经历了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 T5在设计上引入了极度硬核的模块化韧性。它不再是个巨大的中央空调毒气室，而是可以根据疫情威胁级别迅速物理分割成多个完全独立运作的子航站楼。连通风系统和下水道都是独立的，确保交叉感染率为0的同时，航班永不停飞。这种将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经济机器完美融合的变态设计，才是新加坡最可怕的软实力。哪怕再来一次全球大流行，我们的机场依然能满血运转，我们的经济大动脉依然跳动。想知道这些未来的高薪新岗位怎么应聘，需要考什么证书吗？我把相关的培训资源链接放在了说明栏和置顶评论里。看完视频记得去点开看看，提前布局你的职业生涯。在这个毫无退路的小红点， Kiasu 怕输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残酷世界上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T5就是新加坡对抗整个残酷世界的终极武器。如果你看到这里，请毫不犹豫的点赞关注，我们评论区见。说到底，砸50个亿建 T5， 骨子里就是我们新加坡人最核心的 DNA， 怕输以及对生存的极度偏执。在这个面积连别人一个省甚至一个市都不到的地方，我们没有广袤的土地，没有丰富的矿产，我们没资源，没退路。我们唯一的护城河就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看得更远，跑得更快，对自己更狠。 T5从来都不是一栋冷冰冰的建筑，它是对抗地缘政治撕裂、全球供应链重组和人口急剧老龄化的终极武器。当 T5全面启用的那一天，它将把新加坡的国运硬生生抬上一个全新的台阶。这笔巨款花得值吗？它买下的是你我以及我们下一代未来几十年的安稳饭碗和体面生活。如果你也认同新加坡这种不进则退、死磕到底的硬核生存哲学，顺便帮我点个赞，这能让算法把这期深度视频推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看清局势。你准备好迎接 T5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了吗？你的行业会因为 T5而起飞，还是被淘汰？把你的想法和焦虑打在评论区，我们在评论区硬核开聊，不见不散。